我单身30年，好不容易刚找个漂亮姑娘，手还没牵就穿越到了古代，成为了一个灾民。不过在其他灾民饿得啃树皮的时候，我却在家里偷偷吃大肉包子。原来我发现挖草根就能赚到一座金山。检测到纯天然蕨根，每斤价值6文铜钱。啥情况？系统，金手指。我根据系统指引来到墙根开挖，费了好大劲才刨出一小堆蕨根。这时系统音又响了，检测到半斤纯天然蕨根，价值3文铜钱，是否出售？是。这还需要想吗？话音刚落，我手上的蕨根不见了，半透明的虚拟界面也变成了商城模样，右上角还标着金额余额3文铜钱。这就行，这不是捡钱吗？挖草根就能换钱发财了。我快速用意念翻了翻商场，里面什么都有。系统，给我提现，真的行！我这边刚兴奋，肚子就叫了起来。有没有什么便宜的东西？素包子1文铜钱一个。就你了，我毫不犹豫买了3个，咬下包子第一口时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前世吃惯了外卖，可从没觉得素包子这么香过。太好吃了！到了晚上，家里人挖草根树皮都回来了。原主父母双亡，只有2个哥哥和2个妹妹相依为命。下午挖的草根太少，换不了多少东西。关键是该怎么向他们解释这凭空变出的食物？头大，我只能靠睡觉来逃避。到了半夜，外面突然响起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：“抓贼呀！粮食被偷光了！老天爷呀！这是要我们的命啊！”听见外头乱糟糟的声音，我们一家人出门，只见邻居李二婶瘫坐在地上，哭得嗓子都哑了。看着眼前的混乱场景，我眼皮直跳。这邻居家被偷粮食的剧情，怎么感觉如此熟悉？这不就是我穿越之前才看的一本小说吗？书里的秦家在旱灾之后遭遇一连串天灾人祸，最后无一生还。想到这，我后背冷汗直冒。既然来到这个世界，总要活下来，自家兄妹的命要救。当然，谁偷了粮食我不知道，书里压根没交代。翌日天光微亮，兄妹几人都起来了。咱分开找食，别走太远。要是走散了，日头落山前，各自回家。我对众人开口，我独自拐上一条小径，没走几步，耳旁响起熟悉的声音：发现野生松乳菇，一斤20文铜钱。我很快在老松树下瞧见几簇黄色的松乳菇，松乳菇半斤，价值10文铜钱，是否售卖？卖。手中的松乳菇消失，系统余额蹦出10文铜钱。就在这时，前头传来敲树枝的声音，这是有人发现果树。我立刻加快脚步赶过去，系统声音响起：发现纯天然栗果，3文铜钱一斤。走近一看，大丫正举着长棍子使劲够树上的栗果球，二丫在一旁蹲着捡，旁边还有7个村民也在捡。这可是好东西，要是能弄回30-50斤，一家5口至少能扛半个多月，这可是救命粮啊！大丫你去捡栗果，我来敲。瞅见我也来了，村民们动作更快了，小半个时辰下来，大丫二丫的背篓装了大半。大丫二丫，把背篓搁这，跟我去那边。我指了指旁边被别家占了的2棵树。三哥，别管那些，山里的东西没主，咱凭本事捡怕啥？正埋头敲树的刘冬梅立马横插过来，竹棒往地上一戳。秦家老三，这棵树我们先占了，你们去别处捡。这树是你家种的，还是贴了你们家的告示？野树结野果，谁捡到是谁的。想拦路，先问问我手里的锄头答不答应。大丫二丫，别搭理他，只管捡。刘冬梅一愣，下意识往后退了2步。平时原主老实得很，今儿我这架势把他镇住，他没敢再争执。栗果很快捡完，我们开开心心回家。路上，二哥秦庆生随口幻想起来，我们来的路上，瞧见大壮他们抓了只野鸡回去，咱们啥时候有这好运啊？听到这话，我猛地拍了下脑袋。对呀，从系统买只野鸡，偷偷放路边，让他们巧遇，不就行了？我打开系统，花了30文买了一只野鸡，各一弄手，悄悄塞进路边的草丛。有野鸡叫。二丫耳朵灵，盯着旁边的草丛。秦家几人眼睛齐齐亮了起来，全家人饥肠辘辘，瘦得和马杆一样。二哥，咱俩从两边包抄。大丫二丫，你们从正面过去。4人轻手轻脚围过去，只见野鸡瘸着腿窝在草堆里。秦庆生一个箭步扑上去，抓住了野鸡。怪不得不怎么动弹，原来是伤着了，这肯定养不活，正好杀了。秦庆生摸到野鸡折断的翅膀，干脆把另一只翅膀也拧断，扔进背篓里。哇，今天能吃鸡肉了！我都好久没尝过肉味了。瞅瞅几个孩子，眼睛都快馋绿了，明显是缺油水。要是我没穿越过来，这几个孩子怕是活不了多久。回到家，大嫂先把野鸡处理了，鸡肉留着晚上吃。中午吃炒鸡杂，我也没闲着，让大哥和二哥去后院砍柴，越多越好。砍那么多柴做什么？还堆满后院。大哥，你们相信我，砍柴将来对我们全家人有大用处。秦大明和秦庆生听到不废话，直接去砍柴了。书里写了，还有2个月，旱灾和蝗灾就会一块来，冬天还有雪灾，大雪封山，没有柴火根本熬不过去，必须提前准备。支开家人后，我回屋打开系统，买了20斤粟米，随后我将粟米交给了大嫂。大嫂，家里还有20斤粟米，每顿饭按2斤煮。1顿2斤太多了，补1斤就行，多点野菜，够全家吃。按2斤煮的话，10天就吃完了。大嫂满脸疑惑，家里早断粮了，难道是公婆存下来的？照这样吃法，家里都得吃空了。我心里有数，今天中午我来炒菜。从嫁过来，我就没见过小叔子做过菜，能吃吗？在大嫂王香菱的疑惑眼神中，我走进厨房，把鸡杂、蕨菜、野葱混成一锅，开饭了。一家人在饭桌前坐得端端正正。我盛出一碗稠的能立住筷子的粟米粥，递给秦大明。老三，这碗太稠实，你身子骨还弱，你多吃点。煮了整整2斤粟米呢，人人都有这么一大碗。大家都很久没吃饱饭了，现在能喝到热粥，配着肉，像做梦一样。哇，太香了！
这是肉呀！大鸭和二鸭夹起小块鸡胗鸡肝往嘴里送，笑得眉眼弯弯。看着他们满足的模样，我心里泛酸。多久没沾荤腥了？尝点肉味，两个丫头就乐成这样。片刻后，我发现不对劲，大哥他们只夹菜不吃鸡杂，大鸭和二鸭也懂事的让人心疼。见哥哥嫂子不动肉，自己也只敢挑蕨菜和野葱下饭。原主爹娘把孩子们教得真好，兄弟间互相谦让，实心眼还实在。大哥二哥，你们咋不吃肉啊？我吃了，你们多吃点。都夹肉吃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有福一起享，有难一起扛。这样感情才能长久。大哥他们从没见我这么严肃，顿时安静下来。全家人2年半没闻到荤腥，好不容易抓了只野鸡，结果肉块居然一动也不动。大哥，你别哄骗我了，你连鸡屁股都舍不得吃吗？要让给弟弟妹妹。这怎么能成？快吃肉！半晌，秦大明才用筷子夹起指甲盖大的一块鸡杂，多加点。你不吃，嫂子和妹妹们哪敢动筷子？秦大明无奈，只能夹起大块鸡杂。接着二哥和大嫂也都动了筷子。大鸭和二鸭瞧见，吃得更起劲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家人继续上山采草跟树皮，我则去了大山西侧，爬了小半个时辰，脑海里终于响起了系统提示音。检测到纯天然野春芽，30文铜钱1斤。这么多，发了。检测到6两纯天然野春芽，检测到5两纯天然野春芽，检测到9两纯天然野春芽。提示音没停止过，我不仅不觉得吵，反而觉得悦。这野春芽全卖了，更实在，既能换钱买急需物件，又免了没调料，清水煮的难吃。再说这树过些日子还能冒新芽，每隔10日采一次，等于是固定工资了。我拢共摘了11斤野春芽，整整卖了330文铜钱，乐得嘴角都没下来过。继续往右走，我发现一个估摸有2、3亩的天然天坑，这不是乌灵吗？这可是常见的水生粮食作物，最能顶饱的救命粮。这么大片乌灵，少说能收4、5千斤，若分给村里各户，一家能落个100来斤。乡亲们今年冬天就能好过些。我强压激动，顺着土坡滑下去，耳边忽地响起系统提示：发现纯天然乌灵，1斤6文铜钱；发现纯天然黄鳝，1斤50文铜钱；发现纯天然泥鳅，1斤30文铜钱。听着提示音，我乐得哼起歌来。没想到这地除了乌灵，竟还有黄鳝和泥鳅，摘了10来斤，卖了66文。看天色渐暗，我又装了10来斤在背篓里，这才下山回家。小三可算回来了，咋这么晚？二哥秦庆生迎上来，谢背篓，一眼瞅见里头紫黑发亮的玩意，这是啥？能吃吗？这片地界没人见过乌灵，毕竟这东西多生在南方水泽。能吃的，等会儿全煮了，让你们尝尝鲜。这东西叫乌灵，蒸熟了，吃起来粉糯粉糯的，还有甜味，能当饭吃饱肚子。我说完，全家人几乎全都后退了一步。这东西黑不溜秋的，他们没见过，生怕有毒。我手指在背篓里拨拉着紫黑的乌灵，耐心解释：这玩意儿南方水田里多见，咱北方地界稀罕，你们没见过很正常。我也是前几年在酒楼听评书的时候知道的。下午吃完晌午饭，咱全家都去摘乌灵，那里好大一片乌灵塘，少说能捞几百斤回来。今年冬天就有着落了。听到这话，全家的疑心慢慢消散。中午我把10来斤乌灵全煮了，锅一掀开，清甜的香气立刻散开，怕家里人不会吃，我特意拿起一个示范，就这样2手把乌灵剥开，吃里头白白的肉就行。哇，这个好甜！我这个咋不甜？不过面面的也好吃。姐，分我一口，你那个甜的呗。俩小丫头凑在一块换着吃，我看着这场景，心里暖融融的。二哥，你会抓黄鳝泥鳅不？我看见乌灵坑那边有不少黄鳝洞，抓点回来自家吃，或者拿去镇上酒楼卖钱。这事我来，我找铁丝做几个钩子，弄点饵料，明天就去钓黄鳝。等大家吃的差不多了，我端起一大海碗，乌灵就往隔壁走。李二婶家以前没少帮衬我们，有了好东西，头一个就得送去。跨进李二婶家门槛，一眼瞅见桌上摆着几碗清水煮野菜，连口粥都没见着。天策，快坐下，吃了没？我在家吃过了，今儿来给你们送点吃的。这是啥玩意儿？这叫乌灵，南方水田里长的，尝尝鲜。见李二婶想推辞，我索性硬剥了个乌灵，塞给二妞。快尝尝，甜津津的，管饱好吃，还有淡淡的甜味。二妞咬了一口，眼睛立马亮起来，伸手又抓了一个自己剥，连野菜汤都顾不上了。我在山上一处坑塘里发现了大片乌灵，少说能收个好几千斤。啥？李二婶慌忙起身，跑到门口张望，见四下无人，赶紧拴紧大门。天策，你这是？这些年我家没少受您家帮衬，如今大伙儿都缺粮，我碰巧找着吃食的，哪能自己独吞？等吃完晌午饭，我带你们去摘乌灵，能囤多少是多少。李二婶听到这话，泪流满面，就要下跪，直接把我吓了一跳。天策，昨儿我男人还念叨着要把二妞送出去换口粮，正揪心呢，你竟送来了救命粮，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了。要是你晚来了一步，我家二妞就要送人了。啊，还有这么一回事？二婶你别想不开啊，不管全家人能不能吃饱，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。二婶快起来吧。天策说的是，有了你的帮扶，我是绝对不会再想着卖孩子的。寒暄一阵后，我回了家，到了下，全家人准备齐全出发。大嫂，你在家给大哥搭把手，顺路多捡些柴火。我也跟你们上山摘乌灵吧，柴火等下山时捎带捡就行。大嫂王香菱捏着衣角插话，眼神直往门外飘。我看出她是想多弄些回去，带给娘家的老娘和妹妹。大嫂在家歇着，给大哥搭把手就行。山里乌灵多的是，等咱们摘回来，你带些回娘家。哎，谢谢，我在家准把活办好。我们几人出门，正撞见李二婶一家子，一群人往山上涌去。同村的刘冬梅正好瞧见我们的背影，冷笑一声：“这是家里没粮了吧？
大下午的还往山里跑找罪受呢。今年冬天，看这两家人能熬过去不？活该遭罪。半个时辰后，一行人来到天坑旁，就这了。我的娘哎，这么多巫灵都藏在藤底下。摘的时候把藤放边上，别踩坏了。只要坑里头有水，过些日子还能接着长。知道了，赶紧干起来。李二婶恨不能手脚并用，催着自家孩子动手。小三，你们先摘乌灵，我去钓黄鳝。二哥踩进泥坑，一眼就瞅见好几个黄鳝打的泥洞。行，你自个看着弄。我头也不抬的应了声，手里忙着扒拉乌灵藤。上钩了，逮着一条，这条肥得很。一天过去，两家人摘了4、5个背篓的乌灵。我瞅着满当当的背篓，合计着这大夏天放不了几天，得赶紧蒸熟剥壳晒干囤起来才稳妥。山脚下，刘冬梅正弯腰打柴，瞅见我们背着背篓下山，这是找着啥了？瞧把人累的。没过多久，刘冬梅又瞧见我们来回折返上山，她干脆把柴火一扔，悄没声的跟在我后头。二婶，天色不早了，装满这几背篓，咱就下山吧。二婶，这乌灵放不住，过夜就得变味，明早得赶紧蒸熟剥壳晒干囤起来。记下了，放心吧。李二婶点头应下，麻利的把最后一捧乌灵塞进背篓。走了，回家。我招呼一声回了家。等我们走远，躲在草丛里的刘冬梅才猫着腰钻出来，她一眼瞅见坑边散落的乌灵壳，这啥东西？能吃。她捡起一个，对着壳口咬开，甜津津粉糯糯的。好你个秦家人，有这么一大片吃的都不吭声，心眼咋这么坏？明儿天不亮我就拽着当家的和娃儿来摘，凭啥便宜你们？一月天蒙蒙亮，我就带着全家和李二婶一家往山上走。快到天坑时，走在最前头的二哥突然停住脚步。哎，里头好像有人，难不成还有人找着这儿了？李二婶扒开草丛一看，泥坑里果然有几个人影，在扒拉菱角藤。是刘冬梅一家子。昨天咱们来回背菱角，准是让他们瞅见跟过来了。我过去瞅了一眼，还真是他们。其实我早和李二婶合计过，今儿再摘一上午，下午就把这地方告诉村里人。二婶，我下山跟村里人说菱角的事，你们抓紧再摘点。行，你赶紧去，路上别耽搁。村里老少爷们都在勒紧裤腰带，能帮衬一把是一把。至于那李冬梅，平时偷奸耍滑，真要让他独吞了，指不定闹出多少幺蛾子。我拔腿就往山下跑，直奔村口。水井旁的大榕树抬手撞起铜钟，村民们三三两两赶来。这大清早的，莫不是出啥急事了？秦家小子，大清早敲钟干啥？出啥大事了？父老乡亲们，我在山上发现片乌灵地，能当饭吃，估摸有几千斤，都赶紧回家拿背篓，跟我上山摘菱角去。啥？真有几千斤能填肚子的玩意儿？人群里炸开了鼓，生怕听错，骗你们干啥？赶紧回家拿东西。话音未落，人群立刻散开了。才过了半袋烟功夫，秦天策领着一帮男女老少，浩浩荡荡上了山。就这了，就摘这乌灵藤底下的乌灵采回去，洗净了上锅蒸，皮一剥就能吃。记着别把藤踩死了，扔回水里头。明年要是有水，还能接着摘。村民们一听能动手了，呼啦啦散开。刘冬梅看到坑内涌进来好几百号人，她都愣傻了。李清媳妇儿，你们咋来的？这怕是全村人都来了，自家能分上180斤，就算万幸了。秦家小子说，在山上找着几千斤能填肚子的玩意，人家二话不说就招呼全村人来摘，这份心可真好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再唠两句，乌灵都被抢光了。刘冬梅听得脸一阵红一阵绿，昨天还嫌秦家藏着掖着，这回又恨他把全村人都招来，8成就是那秦家老三瞧见我在这儿，故意断我活路，一定是这样。3亩大的泥坑，才过了晌午，乌灵藤就变得稀稀拉拉。采摘完了乌灵，秦天策一家这几天都没有上山。这天一早，秦天策听见后院传来声音，推门一看，好家伙，大哥和二哥正蹲在泥堆旁制作土坯。大哥他们这次要盖5间新房，少说还得再备上近万块土坯，缺口可不是一星半点。这几天，兄弟俩雷打不动的在后院忙活，盯着土坯房瞅了半晌。秦天策突然一拍脑门，烧砖，这说不定是条赚钱的路子。这年头青砖可稀罕得很，只有富商大官家里才盖得起青砖房，普通老百姓连见都少见。要是能烧砖卖瓦，秦天策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大哥，你按这个尺寸做个模具，长这么长，高这么高，宽这么宽，等会儿多打些土坯填进去，记住啊，土坯里别掺稻草。我要做个小实验。秦天策越琢磨越觉得有戏，接着就催大哥赶紧做砖头模具。小三，你鼓捣这干啥呢？保密，回头你就知道了。二哥，你手艺好，去下风的地方搭个砖窑，先把基座砌到3尺高，正面留个漏灰的槽，两边各掏个拱洞，用来放柴火。砌到2尺高的时候，弄一层结实耐烧的台面板，再用木条搭成圆拱的撑杆，把窑壁码成半圆球的形状封顶。你说的这砖窑得搭多大尺寸啊？能塞下2000块这么大的土坯就行。二哥，你多久能完工？你帮我搭个手，晚饭前准能搞定。窑砌好后，大哥你把晾干的土坯全搬进窑里烧，至少得烧4个时辰。今晚我守上半夜，你接下半夜的班，记住把火伺候旺了，中途可千万别让它灭了。咱这到底要干啥？见大哥二哥都盯着自己，秦天策这才慢悠悠开口：咱娘外祖家以前就是靠烧青砖赚钱的，我见过外祖家烧砖的法子，想着照猫画虎试试，说不定能成。不过咱这次烧出来的可能不是青砖，是红砖。能成吗？土坯里不掺稻草，能定型就不错了，还能烧成砖。为啥成不了青砖？红砖又是啥玩意？青砖烧成的最后一步，得用水浇透才行。现在大旱天缺水，
这一步做不了，只能让它自然冷却，这样出来的就是红砖。青砖更结实耐用，耐碱抗风化不怕水，能用好些年。红砖虽说硬度也够，但烧制时省了时间和人力，不过在耐碱和耐用性上比青砖稍差些。怪不得之前让咱们可劲儿捡柴火呢，原来是留着烧砖用。秦庆生催着大哥赶紧上手，秦天策则转身回屋做晚饭。一家人这刚吃完晚饭没多久，村头广场的铜钟就响了起来。这时李正在召集村民议事。等秦天策他们赶到的时候，广场上已经聚了不少人，三三两两都凑在一起唠嗑。婶子咋样了？金个儿，去镇上米铺买粮，价格真是吓死人，最便宜的黑面都涨到6文钱一斤了，比原先贵了1倍。薯粉、精米啥的也跟着涨，差不多贵了1半。要是今年再不下雨，粮食还得继续往上涨。这时李正看村头聚的差不多了，站在大榕树下，提高嗓门对村民喊话：富贵家前几天夜里遭了贼，剩下的那点粮食被偷了，这事大伙儿都知道了吧？今儿把乡亲们叫过来，是想合计合计，组个护卫队，说下晚上在村里头巡逻的事。我家住在村中间，盗贼要偷也是偷村头村尾的人家，跟我家有啥关系？真要组护卫队，你们村头村尾的自个儿出人出力呗。要照你这么说，我家穷的锅底朝天，是不是也能不掺和？咱们可都住在一个村，俗话说得好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。只要李叔开口，我秦家出人也好，出钱也罢，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。两人这话一落，在场的人心里都透亮，一个是只扫自家门前雪的刻薄性子，一个是把同宗情分放在前头的敞亮人，谁高谁低一目了然。都听好了，每家必须出一个成年劳力组护卫队，每晚我安排6个人在村头村尾巡逻，哪家要是不参加，直接从李氏宗族除名，死后别想进祖坟，没脸见老祖宗。李正扫了眼底下的外姓村民，接着说：不是姓李的，想出人就出人，不想出人的也行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以后家里遭了贼，遇了难自个儿解决，别来找宗族哭天喊地。我今儿不是跟你们商量，是下通知，现在每家赶紧来报名，往后轮流排班巡逻。众人都知道李正既是村里的李正，又是李氏宗族的族长，这话一出，便是板上钉钉的规矩。随后的几日，秦家3兄弟除了护卫村里巡逻外，还要烧砖，很是辛苦。这天夜晚卯时出，秦天策醒来就往后院跑，见大哥坐在窑边直打盹，脑袋一点一点的，像个啄米的鸡仔。这2天正是烧砖的关键时刻，需要有人连夜守候。大哥下半夜守了整整1宿，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。大哥，算算时辰，都烧了4个半时辰了，够火候了。这回别添柴了，让窑慢慢凉透，等会儿开窑就能知道成不成。你赶紧回去补个觉，别累垮了身子。家里人陆续醒来后，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跑到砖窑前，看看烧的砖成啥样了。这砖烧的也太好了，堪比官窑里烧的溜。是啊，是啊，这砖就往外卖，也能卖出不小的价钱。老三，你也太神了。秦天策听到微微一笑：大哥，你挑几块红砖带上，跟我去李正家一趟。老三，你这是要干啥呢？大哥，去了李正家就知道了。秦天策和秦大明脚不沾地赶到李正家。李正叔，快坐下歇会，瞧你们跑得气喘吁吁的。不瞒您，我今儿来还真有事相求。当年我姥爷家就是烧砖卖的，靠这门手艺成起了家。我还记得些烧砖的门道，昨天让大哥试着烧了一窑，嘿，还真成了。大哥把砖头拿给李正叔瞅瞅。秦大明赶忙从背篓里取出几块红砖，李正接过来，仔细端详，眉头一挑：哟，这砖咋是红的？不过这硬度和质地跟青砖倒没啥两样。没想到秦家还有这手绝活，等熬过这场灾，秦家指不定能翻个身。眼下大旱，田里没水，砖块做不了最后一道工序，只能烧成红砖。我今儿就是想问问李正叔，这红砖能卖钱不？会不会有人买？您见多识广，给咱们指点指点迷津。话里话外，秦天策满是晚辈的诚恳和恰到好处的奉承。青砖现在1文钱3块，你家这红砖硬度啥的和青砖差不多，就是颜色不一样，也不知道人家看不看得上。赶明我去镇上帮你们问问行情。颜色这事确实悬，毕竟大伙都瞧惯了青砖，所以我是打算1文钱卖5块砖的。要是村里乡亲们想买，还能再便宜点，1文钱6块。烧砖本就是靠力气换钱的营生，眼下最紧要的是先打开销路，赚点钱在手上，心里不慌。李正一听这价钱，眼神都亮了。要知道他早有想盖房的心思，若是按照秦家小子说的，1文钱6块砖，这样能省下1半的钱。咚，这事儿我记下了。回到家晚上吃饭的时候，秦天策同大哥大嫂商量，咱们明一起去趟镇上。一听说要去镇上，大丫和二丫立马放下筷子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。下次三哥带你们去。大丫二丫脆生生应着，心里已经开始期盼了。吃了一会饭，秦天策开始话题往正事上说了。这2天天气是不是邪门？连着旱了2年，到现在还没见半滴雨。早前听说舒的先生说什么旱极必黄，这天越旱越容易闹蝗虫，那玩意儿就爱往干巴地里产卵，
等地里没啥吃的了，就开始一起祸害庄稼。啥？闹蝗虫？秦大明听到要闹蝗灾，脸瞬间拉得老长。这事谁能打包票？但万一呢？你看田地干的。那咱多弄点艾草、薄荷、藿香。上次拿着东西熏屋子，蚊子都不咬我了，说不定能吓出蝗虫呢。你个傻妮子！外头野地多，大风一吹，烟飘2步就散了，挡不住成千上万只蝗虫，顶多轰走2、3只，压根不顶事。还是要想点实在的招。那咱能咋办啊？最后都把目光落在秦天策身上。自打这小子病好了之后，说话办事越来越有主意，不知不觉成了家里的主心骨。别说，还真有几个法子可以试试。头一个是篝火灭蝗，夜里点堆大火，蝗虫最喜欢亮的地方，可以把它们引过来烧死。第二个是用不围渔网兜啥的抓，不过这法子不太适用，而且效率很慢，适合小范围。第三个就是多养鸡鸭，它们喜欢吃蝗虫，是天敌，尤其是幼虫阶段。一只鸭子一天能吃180只蝗虫。明去镇上卖了黄鳝，咱就买些鸭苗回来养着，就算没蝗灾，养大了还能下蛋吃肉，不亏。其实这些法子都是我前世刷手机时看到的。一日天微亮，秦天策、秦大明、王香林3人稍微吃点蒸乌灵，就去永安镇了。路过粮店和肉摊时，秦大明猛地刹住脚，压根走不动了，脸上满是不可置信。我的个老天爷！大米30文一斤，直接翻了2倍；粟米15文，黑面更是涨到10文，涨了整整3倍。猪肉也跟着疯涨，30文一斤。这哪是肉价，分明是抢钱。家里统共也没几个子，满打满算不到500文。500文在这些物价面前根本顶不住事，要不是提前摘了那批乌灵，今年冬天全家怕是得喝西北风。慌啥？等卖了黄鳝，咱就有钱了。进了店你们少说话，我来谈价。说完，秦天策领着2人去了迎客来酒楼，大步流星直奔柜台的中年男人。老哥，您是这掌柜的？没错，在下姓薛，3位喊我薛掌柜就行。几位是来卖黄鳝的吧？这玩意儿搁往年没栽的时候，10里8乡常有人送来，可眼下这旱情，要是肯卖给咱，迎客来就给40文一斤的价。秦天策一眼就瞅穿这掌柜的想压价。薛掌柜，您这价开的可不实在啊！刚才我们去鸿运楼问过，人家直接给50文一斤，您这差了10文钱，咱还是去鸿运楼吧。秦天策边说边朝秦大明使眼色，做事要转身，几位留步。鸿运楼给50文，咱迎客来也这个价。秦大明和王香林听得直犯嘀咕，俩人压根不记得去过什么鸿运楼，分明是拿着50文打发要饭的呢。鸿运楼掌柜说了，诚心卖还能再谈。薛掌柜要是没诚意，现在米价翻着跟头涨，1文钱恨不得当8文花，我犯得着在这浪费时间？秦天策边说边朝大哥使眼色，抬脚又要走，都让这小子看出来了，我刚才表现得太急了，让这小子瞧出黄鳝是酒楼急缺的货。你爽利，到底想卖多少？60文一斤。哼，但咱可说好了，以后再弄这啥稀罕货，必须先紧着我们迎客来。那必须的，往后打了野味，准头一个给您送过来。薛掌柜喊来伙计过称，木桶里的黄鳝一共14斤8两，凑个整算15斤。3人刚出酒楼，秦天策就从钱袋里数出100文，塞进大哥手里。哥，你带大嫂去医馆找大夫把脉，别舍不得钱，身子骨比啥都金贵。小叔子，我没啥毛病，10文钱号脉，够买1斤黑面了。王香林还想推辞，却被秦大明轻轻拽了拽袖子。停，三弟的，那我们先去医馆。40过半，在城门口碰头，我去置备点东西。永安镇就这么几条街，没2步路就能逛完。秦天策一边溜达一边扫货，没一会就瞧见卖小鸭仔的摊子。老板，这鸭仔咋卖？5文钱一只，咱这都是母鸭仔，养大了期要是不下蛋，你拎过来找我。公的母的我都要，不过你这鸭仔看着蔫巴巴的，别是病了吧？哎呦，这是天儿太热给晒蔫了，你买回去往水里一扔，保管扑棱的欢。3文钱一只，我全要了。秦天策压根不信老板那套说辞，悄悄点开系统瞅了眼，里头的小鸭仔才卖4文钱，比这老板开的价还低。这下心里有了底，自然敢砍价。您确定这可有100只呢？就这价？行，就成交卖你了。老板咬了咬牙，掀开笼盖，当着他的面一只只往另一个空笼里装。看好，整整100只，少一根嘛，算我的。300文点清楚。秦天策数完起，又指了指地上的空竹笼，这笼子你留着也没用，顺道送我得了。成，拿走拿走。虽说价砍得很，但这批鸭仔确实蔫巴巴的，再不卖指不定要砸手里。钱货2清后，秦天策拎着鸭笼7拐8绕，钻进一条没人的小巷子。秦天策迅速点开，花10文钱买了2大包治鸭瘟的药，又在系统里买了100只活蹦乱跳的小鸭，又往背篓里塞了50斤薯粉、50斤粟米，还有5斤五花肉、5斤猪板油，一共花了1100文。等蝗灾来了，可全指望这些小家伙了呢。若不是卖了野春芽和乌灵，再加上卖黄鳝，剩下的500文钱冲进系统，压根没钱买那点猪肉。现在系统里余额只有20文钱，花钱如流水，又回到了都比脸干净的穷酸时候了。秦天策正琢磨着，就听见秦大明扶着王香林远远喊：“小三，我们回来了。检查的咋样？三弟，你要当叔了。大夫说乡里有身孕，快2个月了。没买点药和补品吗？不是，我们不买，是大夫摸完脉说胎相稳当的很，正常吃饭就可以了。”秦天策嗯了一声，把装满米面肉的背篓往大哥怀里一塞，又指了指2笼鸭仔：“大哥交给你了，咱们回家。”秦大明接过沉甸甸的背篓，又盯着活蹦乱跳的鸭仔和白花花的米面，脑子嗡嗡直响。
这么多东西，还有喜人的猪肉，我们终于能吃上米面了。刚走到李二婶家门口，李二婶连忙走到门外看一眼，就看到3人，见秦大明背上背着，手上提着，这是去镇上赶集了，咋买这么多小鸭仔？秦天策忽然眼神一闪，似是想到什么。大哥，你和嫂子先回去把鸭仔圈到后院，然后弄点水和饲料喂上。这是卖鸭的老板给的药，说是防止疫病传染的，可以用水拌给他们吃。秦大明点点头，接过药就带着媳妇回家了。二婶，您还记得我家早年逃荒过来是不？咋不记得？你们从西边逃过来，衣服都破破烂烂的，这跟你买这些鸭仔有啥关联？那情况跟现在很像，我们那是连着旱了2年，第3年闹蝗灾，地里庄稼被祸害的一点都不剩下。从那以后，村里就流传一句话，叫旱疾必蝗。我这不就怕真撞上这事儿吗？所以买些鸭子养着。鸭子跟蝗虫是死对头，往地里一赶，蝗虫能被啄得干干净净。不至于吧？谁能说得准呢？就当图个心安。鸭子能吃蝗虫，那我明儿也去买几只鸭仔回来。养鸭不吃亏，下蛋吃肉卖钱都行。万一真有蝗灾，还能救庄稼。要是地里颗粒无收，税交不上，就得拉壮丁服役。李叔和2个孩子能吃得消。服役？李二婶听到服役，浑身打了个激灵，使劲摇头。那可不成，那等会儿我家那口子回来，得跟他商量下，买一些鸭仔回来。秦天策咧嘴一笑，要是村里每户都养鸭仔，村里100来户人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！到时候蝗灾一来，上万只鸭，那场面密密麻麻的蝗虫，想都不敢想啊！2人又唠了一会，眼见日头偏西，秦天策也回了家。回到家，他把全家人叫了过来。咱家现在添了200只鸭仔，得有人专门伺候。二丫以后喂鸭子的活就交给你了，有空就琢磨琢磨，看能不能教鸭子听你使唤。往后要敢去水田里认认的。大嫂，你现在有了身孕，就安心在家歇着，帮忙照看200只鸭子。鸭子千万不能丢了。至于我们3兄弟，还是一如既往的负责家里活。秦天策话刚说完，几个人的眼神全落在王香菱肚子上。我要当叔叔了。我要当姑了。全家人听到王香菱怀孕，都很是高兴。一晃10天过去，转眼到了7月半，秦家烧了近20万块砖，10几万片瓦，落得跟小山似的。不过这么多砖，是一块都没卖掉。这天晚上，李正来访。李正叔，啥风把您吹来了？快进屋坐。天策，叔今儿来办正事，你托我找的红砖买主有信儿了。镇上鲁员外想修老宅，可青砖断货，我拿你家红砖给他瞧。老家伙比对半天，觉得质地不差，就是从没见过红砖，怕墙不牢瓦漏雨。鲁员外琢磨出个主意，要是有人先用红砖盖房，住上2月，没啥毛病。他到时候就买你几10万块砖，我合计着你们家窑里堆着现成的砖，要不你们先起个头。秦天策没急着答应，蹲下来拨弄着地上的草棍说：盖5间正房，带后院厨房积压圈，再砌圈墙，得用多少砖？多少人工？20万块砖打底，30个壮劳力，手脚利索的话20天，磨叽点就1个月。要是提前备好房梁木料，挖好地基，能省不少功夫。雇乡亲们干活，一天给多少工钱？这年头粮食比钱金贵，管饭可管不起。30号人一天能吃180斤粮食，都是乡里乡亲，一天给10文钱吧。叔，不瞒您说，我们家真扛不住这么大的开销。要我说，先盖2、3间小屋，够住就行。您去跟他通融通融，事成了，我们肯定会好好谢谢您。明儿我就跑趟镇上，再跟鲁员外说道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村里好多人都在说旱疾必蝗，说这话是你传的，到底咋回事？可别瞎咋呼，惹得人心惶惶。叔，这话确实从我这传出去的，但我可没把话说死。早些年老家连着旱了2年，第2年就闹蝗灾，咱村现在这旱情跟当年太像了，所以我跟李二婶唠嗑，顺嘴提了2句，谁知道传得这么快，我也不敢说蝗灾一定来，我寻思着事先做好准备，总没错。说到这，秦天策目光扫向院里铺笼的鸭群。您看，我先买了些鸭仔养着，鸭子可是蝗虫的克星。除了鸭子，还有啥能治蝗虫？用火夜里点篝火，蝗虫见光就扑，等它们落下来，拿扫帚一扫，能灭不少。还有草木灰撒在庄稼上，蝗虫啃着也能挡一挡。只盼着村子能平平安安熬过今年。光盼没用，得多囤粮食和过冬的东西。就算熬过9月的蝗灾，10月的雪灾那是更要命。大雪能把屋子压塌，能把人活活冻死。李正走，一家子就围在后院琢磨盖房的事。就盖3间房，每间宽10尺，长15尺，西北角这间给鸭子住，剩下2间当卧室。等老房拆了重建，还能接着用。现在就动工，咱手头没几个钱，雇不起工人啊。再说房梁木料都没备齐，石灰泥沙也缺着。哥，我明白小三的意思了，这是临时过渡房，等老房推了，咱总得有地儿落脚吧？不全是临时房，只要咱先用红砖盖房住2月，鲁员外验过没问题，就会买咱的砖，到时候钱一到手，啥都好办了。几人听完眼睛直发亮，那还等啥？
明早就开工。秦天策看着他们跃跃欲试的模样，嘴角微微上扬。这不奇迹解了鲁员外的顾虑，又能提前备下过渡房，等卖了砖钱再翻盖，新房一举三得。明起都别上山了，7天内必须把房盖起来。今晚上留2人看砖窑，其余的都赶紧睡。第二天，大家伙早早起床了，吃完饭就开始干活。天策，你们这是要盖新房了？二婶，我们准备先搭3间小房过渡，等往后盖大瓦房，总得有个地儿落脚不是？待会我就叫孩他爹2个孩子过来搭把手，干啥活你只管吩咐。人来帮忙行，不过话说前头没工钱，也不管饭，但不能让你们白出力，每天的工钱我都记着。回头你们家要是盖房，直接抵砖钱，再额外送你们些砖，咋样？这法子妙，就这么定了。秦天策趁机又琢磨出个门道，往后村里谁来帮忙建房，都能用砖抵工钱。这天中，李正又来了。好事，陆员外应下你们的提议了，说先盖几间小屋试试，8月会派木匠来验房，没啥问题就下单买转。李正往院后一瞅，也没多待，传完话就回家喊家里3个孩子来帮忙。这下子人就多了，大家伙正忙着，隔壁李二婶的女儿跑来，小姑娘前脚刚到，后脚李二婶就追过来。你个丫头，让你上山捡柴火，跑哪疯去了？浑身跟泥猴似的。二婶别气坏了身子，衣裳脏了，咱搓搓就干净。破了，我晚上帮他缝补。真要打出个好歹，哪般？他就是个皮猴子，要有你一半懂事，我能多活10年。都10岁的大姑娘了，瞅瞅这一身，比在猪圈里打滚还埋汰。今天不收拾他，以后能翻天。阿丫扭头一看，可不是吗？二妞脸上黑一块，灰一块，手指缝里嵌着泥垢，头发上还沾着草籽。二妞先洗把脸，婶子消消气。这时秦天策正巧路过，瞥见二妞花猫似的小脸和一身黑衣，眼神倏地凝住。二妞，快跟三哥说说，你这身上的黑色是在哪里碰到的？别怕，只管实话实说。我本来在半山腰捡柴，看见只灰毛野兔，追着就滚到坡底下了，爬起来浑身都是这黑兮兮的东西，想偷偷回家换衣服，结果被娘逮住了。还记得滚到哪片林子吗？记得离上次摘乌林的水塘不远。走，带三哥去看看。这有啥看的？还能变成宝贝不成？说不定还真是宝贝。婶子放心，顺道帮二妞把柴捡了，误不了晚饭。二妞人小记性好，领着秦天策7绕8拐半个多小时，总算在一处土坡下停住脚。三哥，就这，我追野兔时从上面滚下来的。秦天策眯眼一瞧，坡底露出黑黢黢的石层，一层叠一层，看着跟烧糊的锅巴似的。他快步往下走，柴刀刚碰到石层，检测到天然煤块，一斤1文铜钱。嚯，真是煤块，这是撞大运了。有了这煤，冬天的取暖问题就能解决了。要是矿脉够大，说不定能拉着全村熬过冬天。不过大伙儿还不知道煤是个啥，平时也就用草炭煮炭。这年头宫里贵人使的是金丝炭，那是拿硬木烧的，火旺烟少，一块能卖几10文。老百姓家里顶多烧点草炭。检测到2斤天然煤块，是否售卖？不卖，开啥玩笑？二妞就在旁边呢。三哥，这黑石头能烧火？等你回家烧锅就知道，这玩意火旺得很。哪有石头能烧的？我不信，我捡柴火去喽。说着，二妞蹦蹦跳跳跑了。别跑远了。好嘞。等小丫头跑远了，秦天策就往里面走了。随着秦天策继续深入，接着系统声音不断响起。检测到2斤天然煤块，检测到9斤天然煤块。秦天策一边卖一边往里走，还不断用柴刀戳出土层下的煤块，硬邦邦的，少说有半人厚。这煤块起码能挖到山里头。时间不早了，准备先带些回家，让家人们先试试。秦天策背着煤炭带着二妞回了家，一回到家他就卸下被子，直往后院跑。大丫把灶堂烧起来，往里头扔几块这黑石头，记住点着了就别再加柴火了。这黑不溜秋的能烧着？试试就知道了。大丫烧着煤炭，被浓烟呛得眼泪汪汪，全家人都被惊动了。大丫，你咋哭了？是谁欺负你了？没人欺负我，是三哥让烧着黑石头，刚点着就冒烟，是被呛的。听说不是被欺负，秦大明这才松了口气，随后探头往灶里一瞅，乖乖，烧黑色石头，小三咋想的？石头咋能点着？三哥说是可以烧的，可我不知道怎么把它点着。我来试试。说着，秦庆生就抄起竹筒，对着灶堂里吹，在10几次换气后，终于看见煤块边缘泛起暗红的光，点着了。乖，这玩意儿真能烧，不过哪有石头能点着？这哪是石头，是炭。这时秦天策走进厨房，瞅见灶堂里的炭被点着了，眼里瞬间亮起来。这叫煤，跟咱平时烧的草炭、竹炭不一样，它不仅火旺，还特别耐烧。那你咋知道这玩意儿能烧？早前在镇上见过世面，有回在镇上瞅见富贵人家的炭盆里烧过类似的，听说是从北边运来的，金贵得很。我今儿挖着的比那还实在。秦天策脸不红气不喘的胡说八道，反正他说的话也是无从考究的。大哥二哥，你们先瞅瞅灶堂里的火。秦大明凑过去一看，煤块已经烧红了。这个炭不仅能烧炉子，还能暖炕，还经烧一块能顶3把柴火。我今儿在山上挖了半背篓，有30-50斤呢，够咱们用10天半月。今晚先别用柴火了，
用煤块烧砖。大哥，我也觉得可以试试。我先算算一块煤能烧多久，再估摸下砖窑的填多少块，心里有谱了。行，这细活交给你。夜色降临，月亮洒满大地，兄妹几人正忙活着制砖呢。大丫忽然觉得脖子有些痒，伸手一摸，掌心躺着只褐黄色的小虫子。二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坏了，是蝗虫。话音未落，头顶瞬间响起沙沙声，就跟下雨的声音似的。只见黑压压的虫群正往村子这边飞来，是蝗灾。好多蝗虫啊！小三这可咋整？先用火烧跑。同时，村里也响起了村民惊慌的声音。哎呦，是蝗虫！快看，天上那片黑点子正往村里飞呢，该不会要闹蝗灾吧？快把鸭子赶进稻田！李李正动作也快，立刻带着几个汉子在村头堆起柴火。秦家这边柴火也点起来了。三哥，咱家不是有鸭子吗？我让他们去捉虫呢。这段时间经过我的训练，鸭子们可听话了。今晚别放鸭子。你明早赶着鸭子下田捉些活的虫回来，我要试试各种杀虫方法，看看哪种效果最好。此时无数蝗虫见到光亮就疯狂扑，立刻柴火里就有不少蝗虫带着一股焦香，混着油脂味飘出来。晴天侧动了动鼻子，似是想到什么，他抄起2根树棍就往火堆里戳。三哥，你干啥？二丫见晴天侧夹出团黑乎乎的东西，凑过去一看，差点蹦起来。是蝗虫，能吃烤透了，比炸知了还香。黑乎乎的，看着就恶心。三哥，你咋敢吃的？有啥不敢的？这可是肉，尝尝酥酥脆脆的，比你晒的红薯干还好吃。大丫犹豫2秒，随后伸手捏着蝗虫咬了一口，是好吃的哈，真挺香。二哥、二丫，你们快试试。秦庆生也拿了一个往嘴里塞，嘿，味道跟烤麻雀差不多。二丫怀疑人生了，她一狠心，捏起一只闭着眼咬下去，外皮脆的掉渣，意外的爽口。明多捉些活的，这玩意说不定能救人性命。三哥，那咱明早去田里多捉点，晒成干，能放好久吧？能的。要不现在就下田捉蝗虫，多抓点回来，留着明早吃，能省下2升小米呢。行，咱们现在去刘大嫂家，把晒粮的网带上，再拿3个竹筒。带着家伙时，秦天策一家人踩着月光往田里走。几人走着走着，秦天策听见前面的李大爷叹气：抓了5、6斤蝗虫，够家里鸡鸭打牙祭了，比人吃的都好。秦天策脚步一顿，快走几步追上李大爷。蝗虫人也能吃，这玩意儿可是带肉的。今晚我家烤了不少，我哥我妹都抢着吃。真能吃？咋吃？跟烤麻雀一个理，去了翅膀烤透，撒把盐比肉干还香。我今晚吃了20多只呢，鼓鼓囊囊的全是黄，吃不掉的可以晒干了保存，起码能保存2个月左右。没想到蝗虫也能吃，还得是你聪明。我也是碰巧知道他们能吃，那我回去试试。天策多亏你了。大爷您见外了，乡里乡亲的，大家都应该互帮互助。等李大爷往和他们朝反方向走回家的时候，二丫才蹦到他跟前，小脸满是疑惑。三哥，李大爷真能把虫吃下去吗？能的，人真正要饿急眼的时候，树皮都能啃。这种虫被吃掉也是早晚的事。二人说着话，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人在争吵。刘冬梅这鸭子是我家的，你咋给赶你家圈里了？啥叫你家的？我家鸭群里混进只鸭，不是天经地义。有本事你认出来啊！我家鸭脑壳上都点了绿漆，这可是清清楚楚做了记号的。真巧了，我家鸭也有这记号。刘冬梅冷笑一声，往自家鸭群里一指，7、80只鸭子，额头上果然都有绿豆大的标记，混在一块，根本分不清谁是谁。路过的晴天侧瞅了眼，心里顿时透亮。既然2家鸭子都有绿记号，那就把没记号的鸭子归你，有记号的归他，这不就清了？常云舒先是一愣，转眼看见刘冬梅鸭圈里7、80多只鸭子，只有10几只带绿点，顿时明白过来，对，没绿色标记的就是我们家的。都看着点啊，往后各家鸭子都做上独门记号，刻竹排的、系红绳的、剪翅膀毛的，咋显眼咋来，省得赶去稻田捉虫时混在别的鸭子里面，到时候吵得脸红脖子粗的，不值当。村民们纷纷点头，觉得还是晴天策脑子活到今儿，幸亏闹了这一出，不然自家鸭子都给别人做了嫁衣裳。周围几个邻居跟着点头，谁说不是呢？长得都差不多，万一有人像刘冬梅一样脸皮厚的，真是要吃亏的。早发现早省心。对了，大伙儿，这蝗虫不光能喂鸭，人也能吃，烤得焦香酥脆，味道跟烤麻雀差不多。这话像扔进油锅的水珠，瞬间炸开了锅。真能吃吗？怎么做？你小子别哄我们呀！说那玩意儿能吃？当然可以，吃的时候去掉翅膀，再撒把盐，架火上烤的冒油就行了。我家兄妹4人都吃了2斤，味道老香了。看大家说的热闹，刘冬梅气得咬到后槽牙，都只想：晴天策，你说蝗虫能吃，要是吃坏了肚子，你家赔得起吗？怕出事就别吃，我家兄妹4个吃了2斤都没事。你要是吃别的闹了肚子，可别往我这泼脏水。刘冬梅刚要开口继续对他，却见晴天策转向李正，神色严肃起来。李正叔，眼下闹灾，正是大家伙齐心的时候，要是有人专爱挑刺坏规矩，总得有个说法，不然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大伙儿都得跟着遭罪。你说谁呢？谁对号入座就说谁。天策这话在理，
自家不琢磨咋度灾年，净盯着别人家那点东西。要是都学他这样，咱村迟早得散了架。石头家的，管好你家婆娘，再敢偷摸耍心眼，别怪我公事公办。李石头的脸涨得比猪肝还红，现在被李正点名批评，老脸都臊得慌。猪，您放心，我回去就收拾他，再让他瞎折腾，您直接拿藤条抽我。第二天鸡刚打鸣，秦天策三兄弟则是扛着镐头上山。三人刚上山，转过山弯，就撞见猎户李本喜扛着只肥狍子往下走。六叔你也太厉害了吧，这傻狍子起码30斤吧，够换2吊钱了。山梁子上撞轴的笨货，天旱得很，畜生都往低处找水喝。前些天在兽道上挖了2坑，今早过去一瞅，嘿，掉进去个傻狍子。要是我也有六叔这本事就好了。前儿还瞅见后山有野兔脚印，可惜没家伙事儿。李本喜瞅着秦庆生那眼神，就知道这小子想套打猎的本事。打猎这事，7分靠琢磨，3分靠巧劲。明儿来我家，把那把黄杨木弓扛走。二哥那点小心思早被六叔看穿了，猎户家的手艺向来不外传，但李本喜愿意送弓，估计是念着秦家上次分菱角的情分。谢叔了，等我下山就去您家讨教。少贫嘴，我走了。李本喜扛着狍子摆摆手，大步往山下走。瞅着他的背影，秦天策忽然灵光一闪，之前从系统买些野鸡野兔，让大哥他们抓，不过是解个馋，不如学李本喜挖陷阱，回头从系统弄头野猪或狍子扔进去，就说是自家陷阱带的。要是弄头200-300斤的野猪，足够全家吃2月的。秦天策越想越觉得可信，看着秦庆生一脸眼馋的样子，秦天策笑了：“二哥别眼馋，等挖完煤，咱也找地挖2陷阱，说不定就能逮着呢。”六叔他们挖陷阱，又是下套又是撒药的，咱啥都不懂，能逮到吗？管他呢，试试才知道。万一逮着了呢？只要陷阱挖好，系统里的野物有的是，往里头一丢就是现成的猎。成，听你的。走，咱们先挖煤，完事找偏林子下手。三兄弟立刻赶往挖煤的地方，也不知是这地方没人发现过，煤脉那叫一个旺盛，才半个时辰就挖了100来斤煤块。几人休息一会儿，就开始找地挖陷阱去了。小三，陷阱在哪儿挖？找个隐蔽的地儿，一来防着村里人上山的时候看到，二来那些野物聪明的很，他们可不会走大道的。找了一会儿，三兄弟就找到合适的地方，就这了。还有那边草壳子里各挖一个。成，就当碰运气了。秦庆生嘴上应着，心里压根没抱啥指望。三个人又忙活大半个时辰，挖了21米多深、半米宽的土坑。三人回到了家，刚进院门，大丫就连忙迎上来，脸色比锅底还沉。哥，二哥，三哥不好了，村头那口老井干了没水了。啥？井水没水了？原书里没提过这茬。人饿7天还能扛，可3天不喝水可就危险了。人体内6成都是水，脱水1成就能闹病，脱到2成命都保不住。李正叔派了人去马家村、王家村打听，但愿就咱这没水，要是能去别村挑水，好歹能熬过去。听到这话，秦天策没说什么，心里很明白，李家村没水，想去别村挑水哪有那么容易？人家村的水自家都不够用，能舍得给咱，就算肯给，指不定得拿粮食换。这节骨眼上，谁不攥紧自个的命脉？我去村头瞧瞧。秦天策说话间就出了院子，这边村头老井边围了一圈人，个个脸上都不好看。天策你也来了，井里真没水了？没了。秦天策盯着井底看了好一会，见水层纹丝不动，心里也凉了半截。大家伙聚在井台边，个个愁眉苦脸的。早前怕没粮食饿死，现在倒好，水也没了，不仅要饿死，也得渴死。老天爷咋这么狠，连条活路都不留？今年收成差就算了，现在水都没了。正念道，去邻村打听消息的几个汉子回来了，大家一窝蜂全围上去，七嘴八舌的开始问：小庄马家村的井还有水不？富顺徐家村啥情况啊？瞎嚷嚷什么？都稳住！李正黑着脸一吼，随后看向几个小伙子：你们都说说打听到的消息。叔，马家村的井也都没了，徐家村的井也全枯了。几个小伙的话刚落，有人就忍不住哭了。李正，你快想想办法，再没水，全村人岂不是都要渴死？是啊，赶紧想想办法，难不成要拖家带口去逃荒？正吵吵嚷嚷的时候，秦天策突然开了口：还有一个办法。这话一冒出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落在他身上，就如同溺水的人突然抓住根救命稻草。你快说，这有找水的法子。河里不是有水吗？河里？你是说去镇上挑水？那可不行，从村里到镇上有几十里，没牛车帮忙，一来一回人都能累脱层皮。再说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压根吃不消。李正眼神一凛，似乎猜到了什么。你是打算开闸放水？眼下也没别的路了。开闸这事县令说了都不算，再没水不出10天，家家户户缸底都得空了，到时候渴死人事可就大了。叔，咱联合永安镇几个村子，带上老少爷们去县里，求县令出面协调开闸，水库水一放，井里就有水了。更要紧的是，现在水稻正灌浆，有水灌溉，秋收能多收不少粮食，到时候交够税粮，大伙儿还能有余粮过冬，这不是一举好几得啊！这话一出口，村民们眼睛都亮了。李正，天策说的在理，
赶紧联系其他村子。咱明儿就去。县里光靠永安镇还不够，周边几个镇估计也旱得厉害。叔，您多跑几趟，把开闸放水的好处跟他们掰扯明白。人越多越好，到时候往县衙门口一站，阵仗越大，上头越得重视。我这就去联系其他村子的理政。丑话说在前头，这事要是成了，每家必须出个壮劳力跟着去县里。这时刘冬梅突然阴阳怪气的开口：“你说的倒是轻巧，要是水井回头有水了，县令怪罪咱村带头闹事，加码收税咋办？”是啊，万一税收咋办？大家伙又齐齐看向秦天策。你看这有什么怕的？就算井里有水了，咱也得接着闹。去年旱，今年旱，要是再没收成，咱们都得饿死。县令的政绩不就看咱交了多少税，缴了多少粮食？咱越惨，他越得想办法救咱。这话完全戳中了要害，李李正眼睛一亮，最后那点犹豫也散了。整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当天，李李正就开始联系其他村的理政。秦天策也没闲着，他偷偷去自家田里。秦天策趁着没人的时候，偷偷往田里放了2吨水，3亩水稻长得比别家都旺，连隔壁李二婶家的田也跟着沾光。回到家，秦天策找了空隙，跟秦大明商量：“大哥，村里不还有2个水井吗？你明早去看看有没有水。如果有水的话。”正说着，秦庆生突然插了句：“小三，盖的屋子咱们都住好几天了，鲁员外咋还没派人验房？该不会不想要咱家的砖了吧？”兴许是忙忘了，明我去镇上问问。这头一批砖得赶紧出手，家里存粮也快见底了，有钱周转，我才光明正大的从系统里买粮食出来。二丫一听要去镇上，咕噜一下从草席上爬起来：“三哥，带我一起去行吗？”“好，明天带着你。”翌日，秦天策刚起床洗漱好，就听到秦大明的大嗓门响起：“小三，村尾那口水井有水了，咱们把家里空着的东西都拿着去打水。家里水够用就行，现在村里好多人家都没水呢。”“是这个理。”秦大明点点头，也冷静下来了。他已经挑了2担水，完全够用。二丫去趟李正叔家，就说村尾老井冒水了，让他组织大伙去挑水，一家先分1担好了。二丫得了吩咐，立刻就跑出去了。李李正蹲在院子里吃早饭，抬眼就瞅到二丫喘着粗气冲进来。二丫咋了？急急忙忙的跑来。李正爷爷，村尾老井来水了，不过量不多，三哥让过来说让你安排大家伙去挑水，一家都先挑1担水。秦家这几个孩子真是死心眼。李李正夸了一句，饭也顾不上吃，转身进屋抄起铜锣就往村口跑，一边敲铜锣一边扯着嗓子喊。等二丫回家后，一家人进了镇子，大家就开始各忙各的，大哥和二哥买面和布，而秦天策则带着二丫去了鲁员外家。秦天策伸手敲了2下门，很快就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来开门。“你们找哪位？”“大爷，我是李家村的，前段时间跟卢老爷谈过买砖的事，这都过去好一段时间了，想着来问问还作不作数，您受累给通传一声。”说话间，秦天策往老头手里塞了3文钱，老头手指捏了捏铜钱，眼角立刻笑出褶子。“且等着。”门一关没几分钟，又拉开了。“跟我进来吧，我家小姐等着呢。我们卢府一直大小姐当家，买砖盖房可不是几两银子的小数目。”穿过几道门廊，秦天策和二丫被引到正厅，老仆冲上为坐着的少女行了礼，便退了出去。“卢小姐，坐吧，小翠上茶。”秦天策坐在一旁，直奔主题。“鲁小姐之前鲁员外说要买砖这事，都过去好一段时日了，也没去买砖，是府上有啥事耽搁了，还是有啥顾虑？不瞒您说，我家按照鲁员外的要求，先用红砖盖了3间房，也都住了些日子了，跟青砖房没啥两样，就是颜色不同，住着妥妥的。”“这件事我知道，一直没去，是因为府上确实是有些事情给耽误了。你们家是急着用钱？”“鲁小姐，这年头村里人谁不缺钱，就等着卖砖的钱买粮食呢。”鲁念念轻轻叹了口气，观察一番后，觉得这家人可以，他也不绕弯子了。“那我先定20万块砖，若是缺了再补。”“行，红砖1文钱5块，需要20万块的红砖，那就是需要付40两，先付20两当定金，剩下的等拉完砖再付。还有，拉砖也得府上的人安排去拉，我们村没工具拉这么多砖，砖拉完结清，剩下的钱我再送你们1匹瓦。”“好，其他的我来安排，但砖你们要负责摆到车上。”“这个没问题。”鲁小姐让丫鬟去账房取来20两银子，一出鲁府大门，二丫就掰着手指头念道：“1文钱5块砖，20万块砖，那就是4万文钱。”她算得认真，突然皱起眉头：“不对，我算错了，算的这数字不对，我再算算，是挣了40两才对。”确定是这个数字之后，小姑娘眼睛瞪得溜圆，连忙伸手拽着秦天策的袖子直晃：“三哥，咱真挣了40两，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多钱。”“是的。”二丫没念过书，居然能算得这么清楚，看来自家妹妹脑子挺灵光，不比二哥差。此时，秦大明和秦庆生已经买好东西，在约定地点等着了。谈成了，成了，20万块砖，先拿20两定金，明天卢府会派人来拉砖。2人看着秦天策手里的钱袋子，眼角眉梢的笑意怎么也忍不住了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再去买点东西，买完之后咱们还在这集合。大哥再买10尺粗布，
剩下的钱全换成棉花。今年冬天，家里每人都得做件棉衣。秦大明也没推辞，接过钱揣到怀里就又去了布店。二哥，你带二丫去买点头绳之类的东西，再称一些麦芽糖，2个小丫头片子也该有点像样的零碎。秦庆生点头，应声后就带着二丫去买东西了。等兄妹几个各自忙活起来，秦天策自己则是去了城西码头。这2年大旱，长江河水位降得厉害，东南北3个码头早停了运行。天策爬上岸边的土坡，盯着裸露的河床出神，看了好一会，他眼神突然一亮，又有赚钱的门道。不过这要等开闸放水后，这事才好操作。秦天策心里有了谱，就去了碰头地点。他扫了眼四周，见没人注意，赶紧在系统里下单，前后花了近3两银子。没一会，大哥和2个二丫都回来了。秦庆生意瞅见秦天策脚边的一堆东西，气得直搓手。小三，你咋买了这么多？幸亏我跟来了，要不然都扛不回去。白花花的大米和白面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要换成黑面，这些钱能买得了，起码翻1倍。哥，大嫂怀着孩子，二丫和大丫正长个，你们干重活又累，哪能总吃黑面？赚钱不就是为了让家里人吃好喝好？省来省去的赚它干啥？二丫一听这话，立刻凑过来，伸手就要搬装大米的背篓。我身子骨结实，白面大米你们留着吃，我吃黑面就行。快放下，你背20斤棉花和粗布，拎着鸡笼就行，腰都弯成虾米了，小心以后直不起来。二丫张了张嘴想反驳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回到村里，只见村口的大槐树下，一群人坐在那量。哟，秦家4兄妹去镇上，瞧瞧这背的扛的，买了不少好东西吧？个个都累得满脸通红，满头大汗，是买的啥宝贝啊？累成这样，快让我们瞅瞅。扎堆唠嗑的村民见他们回来，七嘴八舌的打招呼，有人凑上去想看看他们买了什么，还有人伸手要帮忙提东西，全被秦天策笑着挡了回去。前阵子鲁员外订了砖，今儿把钱结了，就买了些棉花和粮食。你们谁要盖砖房，找我买砖，价钱好商量。饭都快吃不上了，哪还有功夫盖房？房子盖好了，怕都不是给人住的。让我家那口子去你家帮忙烧砖，不要工钱，回头给几车砖就行。快别扯那些没用的，净想着占便宜。咋就净想着占便宜了？我们这不也是用劳动力换吗？不给工钱给砖，怎么说也是他们赚了。就那点小心思，明眼人谁看不明白？说的好听，其实就是想学烧砖的手艺。这可是技术活，哪里能白学？说着，李二婶站起身就拉着二丫走了。刘冬梅啐了口唾沫，嘀咕着：“装什么装？”旁边张叔听不过去，对了回去：“人家肯便宜卖砖给咱们，就够仁义了。你要是眼红，就自己去烧。”村口的村民正说着话，李正风风火火赶了回来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：李正已经联合其他村镇集体到县城向县令请愿，开闸放水，每家每户都要出人。秦大明带着大丫和二丫也去了县城。这天下午，秦天策和秦庆生研究出了灭黄药。这时，秦大明带着大丫和二丫也回来了。小三，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开闸放水的事成了？成了，现在要去修渠。李正让每家出2个劳动力，我回来喊老二一起。有没有说什么时间放水？申时开始开闸放水，直至戌时初结束。行，你们饿了吧？厨房给你们留了饭菜，洗洗就去吃吧。说完，秦天策就去拿水壶去了，顺便还把厨房剩下的饼子装了起来。等把东西都装好后，秦天策看着大丫：“大丫，等你吃好饭，辛苦你再去趟大嫂娘家，让他们今天到镇上的长江河边上等着，一定要叮嘱他们，不要告诉别人，就他们自己知道就行。”为啥？小叔子田里不是要等着水灌溉吗？怎么让我娘家那边的人去镇里？你们说一说，长江河一旦放水后会有什么东西？我知道，河里有鱼，有河蚌、王八等等，好多东西。听到二丫说了这么多东西，几人眼睛瞬间亮了。你的意思是让我亲家母他们去捡鱼？别人家有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，但咱们要动起来。等会儿我带大丫二丫就去镇上，大嫂你留在家里做饭。三哥，咱都去捕鱼了，地里不留人吗？要是有人故意使绊子，不给咱们家地里放水咋办？特别是那个刘冬梅爱找三哥的茬，指不定到时候又耍啥幺蛾子。没事，不用担心，谁敢拦着？我就去他家把他们地绝了。咱们家几个兄弟不是吃素的。秦天策交代完后，抬脚就往隔壁走。天策，你来了！你不知道，你出的那主意可好了。县太爷真答应放长江和水库的水了，有了水粮食就能有收成，总算有点盼头了。能解决水问题就好。二婶，我今儿来跟您说个事。啥事？这闸一开，肯定有不少鱼和蚌之类的东西，说不定还有更好的东西。咱们要去镇上捞鱼。只想着水田灌水的事了，压根没想到这茬。你说说，这脑子咋就这么好使呢？有点好事都想着我们家。二婶，您说这话可就见外了。往年你们也没少帮衬我们家，就是长江河宽得很，鱼虾之类的东西肯定不少。
咱们也捡不完。秦天策瞅着李二婶欲言又止，秦天策多少反应过来了。二婶，你有话直说，没事的。要不咱们叫上村里几家相熟的一起去。行，我去喊李大爷、大牛、大狗他们几家。二婶，您去通知其他相熟的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这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李二婶也不是个笨的，立刻明白过了。要是传到10里8乡，到时候他们能捞到一条鱼，都算运气好。他忙不迭的点头。放心，我挨家叮嘱。行，那咱们分别去通知吧。话落，秦天策就起身离开了，走到了李大爷家院子里。大孙女安心正蹲在那修补农具呢。安心，你爷爷在家吗？叔叔，快进来，爷爷去县上折腾累着了，这会儿正在屋里歇着呢。天策，咋有空来我这？大爷，您额头这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咋弄的？没事，在县里磕头磕的。你来找我是有事？确实是有事来的，还是好事。大爷要不要猜猜是什么事？对我来说，好事的话，莫过于有吃的。难不成你又发现可以吃的东西了？姜还是老的辣，你老猜对了。听到这时又发现吃的了，李大爷立刻激动地站起来。真的？在哪？咱们的长江河，不是10几年没开闸放水了吗？那河里肯定积攒了很多鱼虾之类的，所以咱们要去镇上等着放水捞鱼。听到这，李大爷脸上一会失落，一会欢喜。他们也想去，可田里还要灌水，若是不去的话，河里的鱼虾与他们就无缘了。您老别操心水田灌水的事，你家里的情况村里人人都清楚，不会断了您的水。若是你实在不放心，我回头让我大哥也帮你盯着下你们的田。太感谢你了，之前若不是你带我们捡菱角，我们祖孙3人早饿死了。这菱角刚吃完没2天，你又带来这个好消息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旁边的安心听到这也红了眼眶。大爷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，咱们都一个村的，相互帮忙是应该的。时间紧，我就不多留了，还要去通知其他的人。你等会儿带着安心，就收拾收拾捞鱼需要用的工具，咱们回头在村头集合。秦天策话落，要转身的时候想起什么。对了，这事别跟外村人说。李大爷连连点头。约莫半个时辰后，接到通知的村民们都齐齐带着工具来到村头集合。秦天策扫了一圈人群，一眼就看到刘冬梅站在人群中。各位婶子叔伯们，你们可别跟娘家人漏风啊，尤其旺财家的，你没偷偷通风报信吧？毕竟这婆娘太能折腾了，不敲打2句不放心。抓鱼，这次刘冬梅难得没有犟嘴。少废话，这点轻重我还是懂的。行，时间不早了，那咱们就出发吧。秦天策他们一群人赶到镇上的时候，差不多申时1刻，水库已经开闸放了1刻钟了。快看快看，我看到那边有鱼在蹦。哎呦，河蚌，老大一个河蚌了，还有田螺，都是好东西啊！卧槽，看我看到了什么？这虾怎么比我手掌还大？水退得飞快，能清晰的看到河床上还挂着泥浆，不少鱼虾哪来得及游走，都在泥地里扑腾呢。大家伙散开捞鱼了，都看好自家的娃，千万别让他们去深水区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众人答应，开始下河床捞鱼。秦天策这么前脚刚踏进泥潭里，脑海中的系统提示音就像放鞭炮似的。检测到1斤半野生河蚌，价值45文铜钱。检测到野生田螺，价值5文铜钱1斤。检测到野生青虾，价值60文铜钱1斤。检测到野生麦穗鱼，价值60文铜钱1斤。这声音听得秦天策都要心里美滋滋的。三哥，好多田螺啊！我捡了快半篓子。大姐，你傻，捡田螺费劲又没肉，多摸点。河蚌啊，那玩意儿一剖开能炒1大碗呢。都能吃，各有各的吃法，都先捡了。秦天策听到声音，头也不抬，手上动作不停，把河蚌、田螺啥啥的全部往背篓里丢。趁大家伙都专注捡自家的东西，就把一部分东西往系统里丢。就这一会功夫，都快卖了有100文了。三哥，你在泥里摸啥呢？找宝贝呢？秦天策头也不抬，随手把1只半斤重的鲫鱼扔进竹篓里。你们别光捡小的，往石头缝里瞅瞅，指不定有惊喜。大丫应是，连忙跑到旁边去捡鱼。要在石头缝里捡大鱼。果然在石头缝里找到了许多大鱼。时间很快过去，天微黑，长江河的闸门也关上了，众人也都开始往岸上撤。每家每户都收获颇丰，个个脸上的笑意都没停过，特别是秦家小三。大丫，我们来了，乖乖，捞了这么多，咱村多少年没这么大丰收过了。今晚高低要多加俩菜，这么多东西得分着背回去。大哥力气大，2桶大鱼你扛，我和小三各背1桶甜丝河蚌。大丫你别背了，歇着。秦庆生安排完活，秦大明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不怪他震惊啊。行，重的都给我，我没问题。回到家后，大哥单独把秦天策拉了过来，支支吾吾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。哥，有啥事直接说，咱们兄弟还要这么纠结？那个，我想等秋收后，以你嫂子怀孕为由，接她娘和妹妹来家住些日子。我知道这时候提不合适，可你嫂子肚子越来越大，我一个大老爷们粗手笨脚的，生孩子坐月子都得有人搭把手。我要是分神照顾她，家里活就干不完，怕拖累你们。袁叔王母上山找柴火，掉进猎人挖的陷阱，大雪封山找不到人，活活冻死在里头。王向林的妹妹在家里没火取暖，也冻死在家里，母女俩就这么没了。想到这，秦天策点点头，行啊，等嫂子生了娃，正好让姥姥帮着带，
不过丑话说前头，家里屋子有限，住进来就得搭把手干活，别光等着吃现成的。他们都勤快，能帮着烧火喂鸡。你嫂子妹妹虽说才13，割猪草洗尿布都行。媳妇儿要是知道能把娘家人接来，保准乐开了花。她嫁过来后，家里就剩老母亲和妹妹相依为命，没个帮衬的，往后日子肯定很难熬的。今天的晚饭很是丰富，不但有大白馒头，更有丰富的鱼肉盛宴，全家吃得满嘴流油时，晴天策扯开话题。对了，大哥二哥，我看建房的事该提上日程了，你们觉得呢？咱家砖是够了，可房梁木料没看多少，肯定不够用啊。再说房子咋布局，也没商量明白，要不等等。等不了了，眼下7月底，找几十个乡亲帮忙，不出1个月就能盖起来。咱卖砖手头有钱，能付工钱，要是拖到9月，农忙大伙都收庄稼去了，就得等到9月底，那时候天冷，砌墙和泥都难干。房子这么干，前院用土墙围起来，左右各盖2间厢房，厢房带檐廊直通堂屋，堂屋里头再隔4间房，足够住人。有空地的话，还能辟出几分菜地种菜。这布局倒是周正，就是木料咋办？后山松树林有名，我带几个人去砍。咱们要赶在天冷前把房架子支起来，确保过冬前能住进去。二丫听得入神，抬眼看晴天策，双眼溢满了期待。那我和姐姐能有自己的屋子吗？当然有，1人1间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有自己的房间了。三弟心里有数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既然都没意见，那大哥吃完饭跟我去李正家一趟，跟他说咱要建房的事，让他帮忙召集乡亲们。秦家兄弟吃完饭来到李正家。秦家兄弟，上我家有事。今儿来有2件事跟您唠唠。听到晴天策有事，李正面容顿时严肃。啥事啊？之前我在山里鼓捣草药，还真让我找出治蝗虫的招了。就这苦喜，树的叶子和果子捣碎了兑水泼庄稼上，蝗虫闻见味就躲，吃了准死，还不碍着人跟牲口。这个我认识，后山遍地都是果子，苦的能裂嘴，没想到还能治虫。往年见人砍了当柴烧，没想到还有这效果。天策，你之前说蝗灾是因为旱过头了，可现在水渠和田里都是水，哪儿还旱呢？旱极必蝗，这话也就不顶用了。我看今年指定没这灾，不过你能鼓捣出这驱虫的法子，也是费了心思。但愿咱村以后都能顺顺当当的，用不着这些。现在开闸放水了，水渠通了，田里也水汪汪的，说不定真能避过这劫。说的在理，不过地里的小虫子蚂蚱啥的，总少不了，手捉多费功夫。您跟乡亲们提这苦咸水的法子，能省不少劲，就当提前备着，有备无患嘛。等晌午大伙儿回来吃饭，我去村口大槐树下喊一嗓子。那辛苦叔了，我这还有第2件事，想趁着现在农闲的时间，把房子翻新了。麻烦叔帮忙吆喝些人。手工钱也有2种结算方式，第一种是1天10文钱，不管饭；第2种就是不要钱，折算成砖头。平时砖的价格是1文钱6块，来帮忙的话，1天抵100块砖。您看这么安排行不？这法子好，想盖新房的人家保准乐意换砖，干半个月就能攒出1间房的料，再添点钱，4、5间大砖房不就起来了？下午我就挨家串户通知，明早带人上你家开工。你们回去后也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明天就开始拆老房子。其实李正自己心里也有小心思，自家4个儿子都去帮忙的话，那要盖新房岂不是能省很多钱？拆房没地住就吱声，你们兄弟可以跟我家铁柱他们挤一挤，热闹。谢谢了，到时候缺地方的话，还真得麻烦您。接下来大半个时辰，3人围着建房的事细细掰扯，商量好之后，秦天策和秦大明就回去了。走到李二婶门口，秦天策像是想起什么，大哥你先回，我得去李二婶家说个事，让大丫二丫去他家借住几天。到了李二婶家，李二婶痛快答应了。翌日天刚蒙亮，李正就带着一帮村民来了。天策，你们带着东西可都拾掇利索了。说，乡亲们，选哪种工钱结法？咱村共有100多户，除了那些没壮劳力的孤寡人家，基本都来了。我刚数了数，有178号人，7成人选拿砖头抵工钱，剩下的要现钱。你放心，每家的工分我都记着，等房子盖好了，现钱结算清楚。拿砖抵的，回头我问问大伙儿，是盖完一起拉走，还是先寄存在你家？你王大爷家2小子还说呢，干满20天就能换2000块砖，再添点钱，能把东厢房盖起来了。都听叔安排，您办事，我100个放心。李正点点头，随后站在院中央，扯着嗓子喊：咱们这么多人手，
争取半个月把秦家房子盖起来。众人齐齐应声，就开始干活了。日子过得飞快，眨眼就到了8月初，秦家的新房也盖得差不多了，再干个3、4天就能彻底落地。叔，之前说的苦洗夜杀虫的法子，您跟乡亲们说了没？书中的蝗灾，越想越觉得这坎可能躲不过，甚至有可能还会提前。早说了，你别说，这玩意还真灵。老李家头天泼的苦芹水，第2天地里横七竖八躺满了死虫子，捡回去喂鸡，鸡鸭吃的直扑棱翅膀。以前稻子灌浆时，哪家不是全家老少蹲在地里捉虫？现在好了，省下的功夫能多耗2亩地，好用就好。叔，这法子跟隔壁村提过没？万一蝗灾波及邻村，这边的村子也没办法独善其身。前儿个跟几个周边村里的李正喝酒，顺嘴提了一嘴，也不知道他们往心里去没，咋还惦记着旱疾避蝗的茶事呢？秦天策没接话，反而是一连串的问题跟雨点似的砸过来。叔，长江河开闸放水多少天了？最近天气咋样？水渠和水田的水还剩多少？听到这几个问题，李正的手顿住了，脸上的笑也僵住了。距离长江河开闸有一段时间了，这段时间日头是越来越毒辣，天上连片云彩都见不着。叔，苦杏树枝能防虫的事，必须要宣传到位。万一真闹起来，今年收成就全完了。咱们之前求县令开闸放水的功夫，也白费了。成，待会儿收工我就跟他们说，然后再派几个人跑一趟邻村，挨家挨户叮嘱，老天爷啊，赶紧下场雨吧，可别再折腾人了。秦天策抿唇没搭话，求老天爷是没用了。等到大家收工的时候，李正立刻大步上前喊话：乡亲们都先留步，长江河放水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可这天一滴雨都没下过，水渠和田里的水眼肉眼可见的，快着见了底，天旱地干的，容易招虫。庄稼收完前，苦洗水防虫的事一定要坚持做。人群里忽然有人嘀咕：叔，您这么反复叮嘱，莫不是担心闹蝗灾？李正见众人脸色发白，强装镇定地挥了挥手：都别瞎琢磨，我就是多句嘴，赶紧回家歇着，该干啥干啥。李正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忍不住发毛，转身往家走时，还偷偷瞥了眼天边，天上连朵云都没。不会真要闹灾吧？可老天爷偏爱，就跟人较劲。3天后，新房刚落成，大伙收拾工具准备回家时，忽然有人惊呼：这天咋猛地暗了？你们看天上，我的娘哎，这是啥？是蝗虫！这么多蝗虫，是蝗灾来了，咋办啊？秦天策自然也看到，他站在院子中央，扯着嗓子大喊：大伙儿不要急，咱们有治蝗虫的方法，你们快去把家里的苦芹水搬出来，往地里泼。蝗虫怕这个，只要有苦芹水，庄稼就能保得住。话落，秦天策又转头看着已经吓到愣神的六叔，高声喊：六叔，您赶紧带几个手脚麻利的，去广场多架些篝火，蝗虫最喜欢亮的地方，把他们都引到广场那边去。秦天策看着黑压压的天空，感叹道：一场大浩劫要来了。